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习小厨。最近这几个月呀，我一直在忙活菜园改造，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温室。这个温室基本上已经整理好了，然后其他的菜园其他的位置呢，还在陆续的改造，还没有完工。本来呢是想等所有的都完工了之后，录制一个视频，里里外外的让大家看一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很多改造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还得继续等。所以呢，我现在改变计划。今天呢，我先详细介绍这个温室的外观、材质，然后进到里面去，带大家参观一下具体的陈设，还有这个温室的构造。以及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用的这2个月的体会，还有使用的注意事项，以及如果大家感兴趣，如果想怎么建，如果怎样选购、怎样建造的注意事项等等，给你们作为参考。等其他的都完工了之后呢，再录制一个整体的菜园设计跟成果，让大家参观。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去看看吧。在进入这个小温室之前，我先带大家参观一下它的外围。请大家忽略掉我周围的各种杂质和垃圾哈，因为还没有收拾好。这个是温室的正门，这是香水百合，这里还有2盆薰衣草。那么现在离得太近了，看不到整体的这个温室哈，我把镜头拉得远一点。现在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温室的形状还是蛮特别的。我当时就是看好了它的颜值啊和外观。从头顶俯瞰，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梯形的温室。那后面侧面是这样，然后它的背面上面有2个天窗，这个天窗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热。经常看我的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特别是有一期种菜规划，我详细介绍了这个位置，原来是一个铁皮仓房。这个铁皮仓房现在被移除了，所以在铁皮仓房的原来位置上建造了这个温室。由于尺寸差不多，所以原来的水泥地面呢就进行了保留。但是这个温室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在外围铺了一层水泥砖。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温室的材质吧。从外观上看呢，很多网友可能会以为它是玻璃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是塑料的 PVC。框架呢是金属的，这个框架都是金属的。总体上来说，框架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这个 PVC 的这个墙板就比较软了。上面呢是那个双层的这个隔热板，也是 PVC 的，双层的中空的。这个呢墙板呢是单层的。说实话，这个墙板收到货以后啊，我是有点失望的，因为太软了，就是非常非常的，我想象当中是很结实的，但是大家看我这样 push 一下是可以，是非常颤悠的，对这个墙板的质量还是比较失望。好了，外观跟外围呢就先介绍到这里。现在呢，我要带大家走进里面瞧一瞧。Let's go。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温室的里边，我先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里面的陈设吧。在进入的正对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高的菜床，然后在菜床里我种植了几颗西红柿、番茄。长得比较高，已经吊起来了。然后最右边的这一颗更高，已经快到棚顶了。这一排呢，我种了一共是5颗番茄。然后转向左边，因为我的左边是朝西的，上午的时候还不是很晒，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很晒了，所以我这挂了一个半透光的窗帘。下面呢是一个育苗架，我的小苗一般都放在这上育苗了。由于菜园改造的比较慢，所以现在这个季节了，还有一些小苗还在这儿等待着移到地里。这是一进门的左边，然后再看右边，右边呢我放了2个架子。这个储藏柜呢是主要装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肥料啊，下面还有我做的酵素啊。
右边的这个架子呢，上面放了我的波卡西堆肥桶。然后还有一个植物扦插的装饰，这里呢我放了几根超市里买来的空心菜的茎，大家看已经开始有根发出来了。接下来带大家看看门的两侧，这门的两侧啊，我左右各放了一个大的种植箱，尺寸呢是长宽都是50厘米，所以是一个50厘米见方的。现在今年呢，我种了左右两边各一颗大番茄，是樱桃番茄，属于 indeterminate 的，是无限生长型的，所以我在上面搭了一个架子，这个临时的架子是为了供番茄爬的。这个架子的高度已经快赶上门高了，差不多高了，所以当番茄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可以让它横过来继续长。想象的这个架子到时候会结满了红色的小番茄，也蛮漂亮的。现在你看，第一串已经快熟了，然后这是第二层，已经结了4层番茄了，第3层、第4层。在这个棚顶呢，我放了一个遮阳网，因为这个位置我选的实在是太晒了，阳光太充足了，所以这个遮阳网呢是可以遮挡30%左右的光线，透光率是70%的。这样的话，像现在这种晴天，坐在桌子旁边看书、看手机，也不会感觉到很晒，而且阻止了一部分的光线，也代表着降低了室内的一部分温度。所以，如果感到夏天太晒呢，也可以像我这样安一个遮阳网在这个温室的棚顶，非常的管用。大家也看到上面这个我放了一些小彩灯，所以到晚上呢，其实要比白天好看。这是夜景。温室的外面跟里面呢，基本上构造就是这样的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温室用起来感觉怎么样？作为一个温室啊，我想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温采光好。所以呢，今天我就从3点来介绍我的体会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光照，再一个就是它是否结实，这个结构框架是否结实。首先说一下温度和光照。建造温室呢，一般都是在冬季啊，或者是天冷的时候，给那些怕冻的植物进行保温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选在了一个阳光最好的地方，就是全日照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我们家所有的位置当中唯一一个只要太阳出来就能够接受到日照的地方。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接受阳光的普照了，一直到晚上快9点的时候，太阳日落，这个地方是完完全全的暴露在阳光下的，光照是相当的好了，而且时长也是非常的长。但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是夏天，由于光线太好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真的是除了地面以外，以上的真是360度全都是透明的，所以外面无论气温多么凉爽，里面都是温暖的。就前几天，我们这边是10几度，10到15度的时候呢，里面的温度呢也会达到20几度，基本上里边比外面高出10度左右。这在春天、秋天、冬天的时候都是非常完美的，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夏天太热了。像今天我们的最高温度是26度。现在是下午3点多，已经是达到今天的最高温。早上的时候，当外面是22度的时候，我这里就已经是30度左右了。那么现在呢，外面是26度，看看我的温度表，34度。所以就现在当前来讲呢，这里面是又晒又热。因为这个温室我刚建了2个月，还没有经历过冬季，但是就这种阳光
特别好，只要是晴天，我这里就特别温暖的情况下，冬季应该是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问题呢，等今年过了冬季，我体验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夏季呢，现在我就要面临着非常，像我们墨尔本的天气，过段时间最高温可能会达到40几度，这种天气下呢，我就要想办法给它降温了。所以在这里，通过使用了2个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做温室的选址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当时考虑的就是冬天要暖和，但是没想到夏天真的很热，所以我建议选址啊要取决于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您位于比较冷的地区，建造温室呢，当然是为了保暖。那么您完全可以像我一样，建在一个全日照、阳光特别好的地方，真的是很温暖。但如果您是处在比较温暖的地方，阳光又特别好，那么建造这个温室和阳光房呢，我建议啊，一定要找一个半阴半阳光的地方，有一部分遮挡，比如说建在墙边，然后或者是旁边有遮挡物，树的旁边，或者是房子的旁边，确保这个位置至少有一半是阳光非常好的，另一半呢是有一部分遮挡的，这样可以避免夏季阳光特别晒的时候，你这里的温度太高。如果要是外面天气30几度，那么这里面就是40几度，甚至更高。那么夏天呢，当温度达到30、40度更高的情况下，要怎样才能给这个温室降温呢？今天呢，咱们刨除那些专业的温室大棚，比如说上一些专业的设备什么制冷机呀、空调啊，或者是风扇呢这种设备来讲，我们作为家庭种植啊，不需要上这些设备的情况下，怎么样能给这种小温室在特别炎热的时候降温？那么我呢，基本上现在采取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通风。我现在通常在早上最晚9点左右的时候，就要把门窗都打开。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天窗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是买现成的，选购一个现成的温室，或者是自己盖温室，一定要选择带天窗的。因为室内的空气呢，热气比冷空气呢要轻，所以热气都会向上升，所以我们用天窗能够把热气排出去。所以千万不要选择那种没有天窗的温室。如果是自己盖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放一个天窗在屋顶上。如果没有天窗的话，这个温度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里面呢，夏天是种不了植物的。如果不下雨的话呢，这个窗户是全天都打开的，一直到晚上7点以后，根据情况有可能会关上，也有可能夜晚气温也很高，那我就一直保持开放的。所以通风最重要，通风是最基础的降温方式。这里呢，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前段时间有一天，我早上出门忘记打开这些门窗了，快中午11点左右的时候才回家，然后就从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2个小时，那天刚好赶上阳光特别足，进来以后发现这个温度计正常就显示到50度是最高温了。但是那天当我把这个温室的门打开之后，这个温度计上的红色的柱子已经达到了最顶端，由此可以推断这里面应该最少是50度吧，可能会60度更高，甚至更高。还记得前2期我扦插的那个番茄苗吗？那个视频里剪枝扦插那个番茄苗，可能会有朋友发现，哎呦，这个苗怎么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就是那个叶子有点黄呢，就是因为前一天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它被高温熏蒸了大概2个多小时。但是呢，这些苗非常的坚强，已经都缓过来了。所以我提及这件事呢，就是告诉大家通风的重要性。而且有些植物，像我种的番茄呀、什么辣椒啊，它是需要授粉的。很多情况下没有风，你就要人工授粉。所以呢，有风的吹动进行授粉，授粉率会很高，更容易一些。还有第2种降温方式是我在非常非常炎热的天气下才使用，比如说前2天又晴，然后温度又高30几度的情况下，我会用这种水龙头把它调节到喷水雾气的状态，然后把它冲上进行喷洒。这样喷洒呢，主要是喷洒到棚顶还有这个遮阳网上，水分的蒸发会带走大量的热气。这个降温方式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降温，基本上是在1-2分钟之内就使室内的温度降低至少5度。所以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我一般从中午到下午会使用
3次到4次左右这样的方法，给这个大约隔1-2个小时就会喷一次，给这些植物进行迅速降温，否则这些植物的叶片呢很容易被高温灼伤。另一点呢，还有一个使用体验就是，这个温室的结实程度怎么样？以及有的观众会问，如果选温室的话，是买现成的好呢，还是自己做比较好？用什么样的材质比较好呢？在我发表我自己的体会之前，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件，就是在我这个温室刚刚建好的那个月，大概2个月前，发生了一次12级的台风。因为事先我没有注意这个天气警报，然后这个台风过去了之后，第2天我出来检查这个温室呢，就会发现了窗户掉了一个，天窗掉了一个，然后左边和右边这个天花板的这个塑料板各少了一块，都被风吹走了，并且门是开着的。我记得很清楚啊，刮风之前这个门是关着的，所以相当于它是把窗户吹掉了，然后门吹开了，板刮走了。分析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是如何刮掉的，但是整体的框架还好，非常稳定，一点都没有损伤。因为当时帮我安装这个温室的朋友啊，他比较担心说这个，因为材质呢是塑料板的，比较轻，这个温室会不会经不住大风，这个框架会不稳定。但是12级的台风过去了，这框架还好，唯一不结实的就是这个塑料板和窗户。最薄弱的地方我分析就是这个窗户，因为它很容易就拆卸下来。没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这个扣死的机关，上面是就是轻轻的卡住的，所以在那之后呢，我在这个窗户上就拴了一个细细的铁丝，希望在经历下次大风的时候呢，能起到一点作用。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其实每年都要刮几场大风，在12级台风之后，我这里还经历过几次8、9级的大风，但是这8、9级的风呢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这里关于是买的好还是自己建的好，或是什么品牌比较好推荐呢？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目的和预算。像我这一个，我是买的现成的，然后找人组装的，属于偏中的价位吧。一般这种买的现成的，根据尺寸和材质的不同，有几百元的，几百 dollar，还有几千元的，还有甚至上万的。那么我这呢是3000多澳元。那么你要有更高的预算呢，事实上我建议是弄一些玻璃的。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下次再做这种温室的话，假如下次短期之内是不会再做了。假如下次再做的话，根据我的经历，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还是想做一个木质的，然后这个墙呢用玻璃的，或者是采用这种中空的2层的这种PVC 的这种板，就像我这个棚顶的这种板一样。当时设计这个温室的时候呢，我的想法是，不仅让它成为植物的家园，还要让它当做我平时休闲休息的地方。所以我的设计呢，尽量考虑到美观舒适。然后在中间呢放了一个小桌子，平时如果气温合适的话呢，可以坐在这里喝杯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来一个简单的下午茶。当然这都是我美好的愿望，等菜园改造的更美一些，我才能再实施。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把日子过成诗的人，我非常喜欢家庭种植、美食这样的田园生活。如果大家也喜欢种植花花草草，种植健康的有机蔬菜，体会其中的乐趣的同时，又可以带来更多的健康生活方式和有机的美味蔬果，把每天安排得更惬意，那么欢迎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点击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并且点赞分享我的视频。我会把我平时的生活技巧、种植经验都分享给大家。咱们家庭种植的同时，也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好了，今天呢就啰里吧嗦的说了一堆呢，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温室的状况，还有我这2个多月使用的一些感受，给大家想建造温室的朋友呢一些参考。接下来呢，在本片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个温室从无到有的建造的片段。
好了，今天关于温室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期的视频。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力的回答。另外，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快乐。好了，感谢您收看《洗小厨和道的菜园子》，咱们下一期再会。